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上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中国房地产经过20年的发展成为年销售额达到15万亿人民币的一个巨型产业。那这有赖于4个有利因素的共同造就我们再回顾一下。那第一点呢，就是中国经济这30年蒸蒸日上发展的一个大环境第二点呢，就是14亿人口带来的这种海量需求。那第三呢，就是这种文化习俗、社会制度而导致的这种购房和婚恋、子女教育社会地位高度挂钩。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20年的一个房地产大周期塑造了人们对房价永远涨的这种心理预期第二呢，后面就是跟大家还分享的就是房地产现在已经跟实体经济、金融系统土地财政密不可分开发商、银行地方政府可以说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房地产的这个终极命运终极宿命，真相呢比较残酷，大家坐稳扶好我们现在就开始。那我呢先抛出3点结论先说3点。那第一呢，中国房地产这个泡沫呢是一定会破的而且破了以后呢就是山崩地裂地动山摇。它这个总的市值呢有400万亿体量的一个巨型泡沫破了以后，它不单单会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可以说世界经济是无法独善其身，通俗点说就是会把世界经济也拉下水这是第一点结论。那第二点呢，就是中国房地产的崩溃和历史上其他国家的这个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呢可能不太一样一会儿我再具体讲为什么不一样。那我这里呢先说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房地产崩溃呢一定会发生在中国所有的危机之后就是发生在企业倒闭、员工失业、债务违约、股市暴跌汇率贬值，甚至是银行破产之后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铁锤是最后落下来的。那第3点结论就是房地产崩溃之后就是怎么去解决这个买房贷款人的债务问题大家知道在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它不像企业破产了以后债务也就终结了实行的是这种有限责任制度。但是在中国呢，个人这方面是无限责任就是说这个人只要活在世上1天这个债务就会伴随你一生。那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呢，贷款人个人债务问题就会变成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那需要智慧的。好，大家来看这张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些年是不是这个伴随这个房地产领域广泛的加杠杆，那其他领域的需求呢其实就受到了这个挤压和萎缩大家看这个杠杆的这个增加一直是曲线向上的，然后需求呢是在逐渐向下的。我以前有一期节目呢叫见微知著就是观察这个汽车和手机这2个产业就是这2年的需求下降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需求的下降呢实际上是从2018年就开始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房地产依然是在高歌猛进大家知道这个房地产行业在2018年当时是创下了一个记录当年突破了15万亿的这个销售大关当然2019年也突破15万亿了而且还更高。那整个经济领域呢，各类主体包括居民房地产企业、银行都在房地产领域疯狂加杠杆最后挤压了其他领域的需求，就其他领域的需求呢会逐渐下降最后来到一个临界点就是这个图里面的那个临界点就是需求萎缩到一个程度，这个时候居民企业的现金流呢不足以偿还债务的利息，此时呢全社会就会来到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关键临界点。那这个临界点呢其实也就是周小川就是周行长在这样17年10月份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明斯基时刻也就是资产价格坍塌、房地产泡沫破裂的这个时刻。那此时呢全社会就会被动的进入去杠杆那个黄色区域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黄色区域，也就是大通缩、大萧条的一个时刻。那有些人有这样的观点就是他盼着这个房价跌他觉得这个房价跌了以后好抄底。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真的房价跌的那一天，那大部分人其实已经失去了工作甚至失去了银行存款，整个的这个金融体系经济体系乃至这个社会体系早已经是地动山摇大家到那个时候更多的是想的是如何活下去，而不是说房价跌不跌或者买不买房这种事情。好了，上面呢是给大家看了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坍塌的模型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其他领域的需求的萎缩在先，而后呢房地产的这个崩溃是在后。接下来我给大家再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呢跟其他国家会很不一样，而这个呢也是真正的比较残酷的一个地方。
那房地产泡沫这个事情呢，就是它真还不是中国特色啊。历史上房地产发生泡沫并且破灭的例子非常多啊。小体量的国家我就不多说了，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包括泰国还有这个亚洲四小龙的台湾啊、香港这些都不讲。就拿经济体量比较大的这个美国和日本来说他们基本呢都是主动加息，把这个泡沫给拉爆了啊。大家还记得这个80年代末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是怎么破的吗？当时日本央行也是为了抑制投机连续加息。那美国次贷危机也是一样，在次贷危机前呢，房地产的这个泡沫也是非常的膨胀，对吧？大家如果看过这个片子，有这个大空头或者有一些当时的那个片子的话，就可以看到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呢，当时可以说是一阵操作猛如虎从2004年开始连续17次的加息把这个房地产泡沫给刺破了。那这两个国家呢，都是选择了主动把房地产泡沫呢给刺破了，就没有让它发展到大而不能倒甚至影响国运的这种情况。那最关键的是他们保护了这种实体经济实体企业这个根基这里面做的比较好的呢，其实是日本它当时的泡沫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一个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那最后呢，居然没有发生大的这个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而且还保护了这个制造业生生的把这个杠杆可以说扛了过去，或者说吸收了下去。那中国呢，可能跟他们都不同中国是选择了一条拖延路线就是政府呢绝不会主动拉爆房地产因为代价呢非常大没有哪届政府愿意承受或者是想承受他宁可把这个锅甩给下一届政府，对吧？那他选择了一条所谓就是时间换空间的道路那这条路背后的想法是什么？这条路背后的想法是他通过 GDP 的增长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居民收入的增长来缓解和消化这个泡沫让房地产呢慢慢的软着陆。那现实呢比较残酷有句话叫希望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那上面呢，就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图，大家也看到了就房地产的这种畸形快速发展呢，它挤压了其他领域的需求，就非但没有做到用时间换空间，而且居民的收入增长呢它还追不上房价的这种上涨反而由于这个其他领域的这种需求的萎缩这个居民收入的增长它跟不上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那普通人呢，尤其是年轻人，反而离购房的这种梦想呢越来越远其实也就是说，整个房地产的大量的这个加杠杆的这种发展信贷的发展透支了老百姓的储蓄，透支了老百姓未来的需求老百姓手里面的钱比较捉襟见肘，那在其他领域的消费其他领域的这种需求就会变得很弱，那这样呢挤压了其他领域的需求，那最后呢会来到一个临界点那个临界点就是明斯基时刻。好了，最后呢我再说一说这个房地产对社会资金的一个吸红效应所谓吸红效应呢，你就理解成这个吸星大法就是这个武功里面不是有一个吸星大法嘛，在金庸的小说里面，他就是把全社会的资金呢全部吸到他那里去而且这个资金的成本呢还非常便宜就是说这个行业它占据了大量的这个资金，而且这个资金的成本呢还非常便宜那随着整个房地产泡沫变得越来越大经济中所有的养分都被这个房地产这个巨兽给吸走了你比如说这个信贷资源，就大量的贷款给到了房地产企业以及它的这种上下游的行业，整个房地产企业境内发债、境外发债、银行贷款、信托贷款这些管道可以说源源不断的给房地产行业进行了这种输血。那我这边有个数据就是截至2018年底社会的融资规模的存量是200多万亿其中房地产融资规模就占到了75万亿左右，占据了社会融资规模总额的35%以上就是说整个全社会的这个信贷资金融资融来的钱35%都流向了房地产。这个房地产的融资路径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它包括了银行信贷、境内发债、境外发债、信托融资股票融资、ABS 等等，就可以说没有哪个行业的融资渠道能有房地产这么广无数的毛细血管这个都涌向房地产给房地产源源不断的输送这种新鲜的血液输送这种资金流、现金流。那其他行业呢，尤其是这个民营中小企业常年都有这个资金饥渴，很难拿到这种低成本的资金就尤其如果你要没有房地产这个核心抵押物的话，那可能根本就贷不到款只能走这个民间借贷的这条路。那还有就是老百姓的这个收入和储蓄这一块那也是基本源源不断的向房地产去输送资金的。那大家知道绝大部分中国的老百姓呢都比较节俭平时不舍得花钱宁可把这个一生的储蓄存下来买一套房。
那老百姓的储蓄和按揭贷款呢，也就是所谓的6个钱包啊，这个首付加上透支未来20-30年的这个现金流啊，最终会流向了这个房地产。所以我这里讲呢，就是这个房地产啊，对全社会资金的一个吸红效应。它不光从金融机构那里吸走信贷资源啊，它也从老百姓手里吸走这个储蓄和未来的现金流。最后呢，我再说一下这个房地产对实体企业的这个挤压效应、挤出效应。我相信这个大家也是感受非常明显啊。包括最近这个中国各地的商家都在游行啊，呼吁这个受疫情影响能够让房东去减租免租啊。所以房地产呢带来的这种服务业的这种高成本啊，这个租金非常非常贵啊，很难赚钱啊。还有就是带来的这种人工的高成本，对吧？员工要吃喝拉撒要住啊，所以无形中也把员工的成本去提高了。那整个对实体企业的挤压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或者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啊。那所以呢，最后中国房地产的结局一定是就是大部分的企业死的基本七七八八了，失业情况大规模蔓延以后啊，房地产再无新鲜血液、新鲜资金供给了啊，供给了，它才轰然倒下。那倒下的同时呢，它可能还会再把一些健康的产业或者说没那么杠杆没那么高的一些企业给带下去啊。因为房地产倒下的时候，大家知道会产生这种大萧条一般的通缩效应，会加剧这种需求的萎缩和消费的低迷。中国看似呢选择了一条时间换空间的道路，实际上呢是选择了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路啊。实体企业、世界工厂呢才是中国真正应该保护和珍惜的东西。结果中国选择了这个维护房地产泡沫啊，最终呢可能会导致中国积累30余年的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毁于一旦。真相呢比较残酷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多讲房地产的一个原因啊。现在的整个政府呢，可以说已经是骑虎难下啊，房地产涨也不行，跌也不行啊，甚至连横盘都不行。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走在一条脆弱的这种平衡木上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就会摔下万丈深渊。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希望呢我们有些民族脊梁企业啊，核心企业能够在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啊得以幸存啊，并在世界产业链地位里面呢依旧占有一席之地啊。这期节目呢是房地产系列第2期节目啊，最后一期呢我会再讲讲房地产的今生啊，以及哪些人目前承受的房地产压力呢最大啊，哪些主体呢是房地产这条链上最脆弱的一环。好了，谢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啊，我们下期再见。